不用扶着方向盘都可以使用 FSD。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要干嘛？今天要来测试最新的 12.4.3 的 FSD。但是这个 FSD 呢，我们今天的测试并不是要测试说它的好像什么自动驾驶的部分变得更好或者这样。今天呢，这个更新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大家在荧幕上应该可以看到呢，它这里写了一个更新里头有一个功能叫做 Vision-Based Attention Monitoring， 也就是用视觉系统来判断你有没有在专心开车哦。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是你如果这个功能打开，在某些情况下，你是可以不用扶着方向盘都可以使用 FSD 的系统哦。好。那它在软体更新的 Release Notes 里头呢，就有写说，它会利用车内的这个摄像头来观察驾驶有没有在专心开车。在专心开车的情况下呢，它就不会给你方向盘上头的警告，说你必须要好像握着方向盘或者是扭动一下方向盘哦。那在这里面，它有写到有几个状况呢，你还是需要去扭动方向盘。第一个是什么？你如果是这个上头这个摄像头被挡住，第二个呢是你如果太暗了，它没办法观察到你有没有在看路。那它在这里有写了，你如果是没有戴太阳眼镜，或者是你的眼睛没有被遮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不用扶着方向盘。不然，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如果戴了太阳眼镜，或者眼睛被遮住，它看不见的话，那它还是会回到这个方向盘的系统哦。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试，我戴了太阳眼镜，是不是照它的说法是，它还是需要回到方向盘系统？那如果我没有戴太阳眼镜，但是我戴了个帽子，会不会影响到系统去判断说我有没有专心开车？以及没有戴帽子跟没有戴太阳眼镜情况下，辅助自动驾驶是不是就不会一直要我握着方向盘了哈？好，那我们现在赶快上路测试吧。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我戴着帽子以及太阳眼镜，看看它的系统的反应是怎么样。好，我们上路。那现在大家可以仔细看，我目前呢是手没有握着方向盘的，看看它上头会不会跳出来哦。这个你看，它这边马上就有写了，它用的视觉系统没有办法观察，是因为它上头写说我戴着太阳眼镜，刚刚在这上头有字有出来哦。再传一下。来，你看这边就出来了，它叫我动方向盘。好，那再来，我把太阳眼镜拔下来，看看它现在会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戴着帽子啊，可能会遮住它的视线或怎么样的哦。好，这边大家注意到了 ，Attention Monitoring Active 就表示说它刚刚电脑有看到我的眼睛，它就是说，那就是你就不需要一直握着方向盘。但这边你要注意到 ，Pay attention to road， 那你就等于说你要仔细往前看，它才会取消，不然你刚刚那个蓝色的这个警告系统还是会出来哦。好，那我现在故意的往下看，或者是用帽檐把我的眼睛遮住，看看它系统会怎么说。你看这里马上就出来 Attention Monitoring Unavailable， 就表示说，用这边而且写了帽子挡住了我的眼睛。好，我们现在先停在路边哦。我们现在跟大家讲说，刚刚的明显呢，他戴帽子不戴帽子，眼睛不戴了太阳眼镜跟没戴太阳眼镜很明显，而且他甚至可以确定说，他甚至可以判断说你有没有戴帽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戴太阳眼镜的情况下来测试这一段。我一样哦，现在是手是没有握方向盘的，那我一样就是注意的看着前面。我们来看说，系统是不是就这样子，就会不需要一直我去握着方向盘了。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怎么不换过去呢？好，那再下来我呢，把眼睛遮住好了。他马上就看，叫我注意路，然后呢，蓝色就出来了，速度其实非常快。那我现在赶快回去看路，它马上系统就跳回去了。那当然，如果照晚上的话，应该它是没有办法用这系统，所以呢，看起来呢，多数时间你在晚上的时候呢，应该是还是要用那个手去握着方向盘为主啊。那当然，讲一句实在话，注意看路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呢，特斯拉系统虽然是在这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说，你呢手握的方向盘呢还是比较好，因为你可能临时真的是要那个接管的时候呢，你这样子比较反应的，你这样子的话反应速度会比较快。那它的系统呢，以目前刚刚的这么短的测试，非常灵敏哦。我戴了太阳眼镜，他就说，系统看不到眼睛，所以不让你用。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帽子呢，他也知道，帽子遮了你的眼睛呢，他也会告诉你哦。所以明显呢，他这个观察的反应速度是特别快啦。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说，那我们如果贴一个假照片啊，或怎么样的，是不是那个就可以瞒过他？我讲实在话，你不要去想着去隐瞒这些系统，这些系统是帮助你，是救你命用的，并不是你要去欺骗他。然后呢，变成说好像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方便哦。你如果真的要跟自己的这个性命过意不去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但是现阶段呢，这个 version 12.4.3 的这个更新呢，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呢，会是一个蛮好的更新，因为这样子呢，你就不需要一直好像三顾时要去顾着方向盘，你只要有注意在看路呢，简单来说呢，系统呢就会确认说，你有专心在看。你有专心在开车，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那个打扰你哦。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一套系统呢，以现阶段，因为它不是完完全的全自动驾驶呢，你开车使用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好了，那今天就测试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